一晃眼，翊坤宫那位断发的继后如意已经走了整整10年了。10年啊，寻常百姓家10年都能看着毛头小子娶妻生子，看着黄毛丫头盘起发髻，可在这深宫大院里，10年就像是老旧的更漏里滴下来的水，不声不响，却把人心里头的那些个念想砸出了一个个深不见底的窟窿。咱们这位高高在上的乾隆爷，在这10年里，硬生生的把自己活成了一尊连七情六欲都被规矩锁死的泥菩萨。外头的人都说，皇上这是彻底放下了，薄情寡义，把那乌拉那拉氏当成了这宫里头的一缕飞灰，风一吹，连个印子都没留下。可是各位老友，您若是真信了这话，那可就错看了这人世间的幽微人心了。咱们今儿个就得把这镜头推进了，推到那养心殿暖阁的最深处，去看看这位95之尊到底在这10年里是怎么骗自己的。这是一个深秋的夏晌，天光昏暗，风卷着枯黄的落叶，在养心殿外头的石板地上刮出那种让人牙碜的沙沙声。这风像长了眼睛似的，专挑那门缝子往里钻。屋里头虽然烧着地笼，暖烘烘的，可乾隆爷坐在那张宽大的紫檀木龙椅上，偏偏就觉得后脊梁骨一阵阵地发凉。他手里正捏着一本刚刚递上来的请安折子，眼神却没在字儿上停留，而是死死地盯着御案角落里那个不怎么起眼的定窑白瓷小碟。那碟子里孤零零地躺着几片早就风干了的绿梅花瓣，这花瓣啊，早就没了当年的水灵和香气，干瘪枯黄，脆得像是一碰就会碎成齑粉的枯叶。这可是如意当年亲手侍弄的那盆绿梅落下来的。10年了，那盆梅花早就枯死在翊坤宫的冷宫院里，被太监们当柴火烧了。可偏偏这几片落瓣被皇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留在了案头。您瞧皇上这会儿的动作，那真叫一个细微到了骨子里。他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极其缓慢地摩擦着那花瓣的边缘，不敢用力，一用力就碎了，也不敢放下，一放下，心里头那个叫空虚的猛兽就要跑出来咬人。他的眉头微微地蹙着，那是一个中年男人，不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年的帝王，在极力压抑内心翻江倒海时才有的面部紧绷。他连呼吸都放慢了，似乎是在这死寂的暖阁里寻找一种能够让他心安理得的理由。他心里头在翻腾什么呢？他是在给自己这10年的冷漠找一块遮羞布。他暗暗地告诉自己，如意啊如意，是你太倔，是你非要跟朕的帝王尊严死磕到底，是你断发绝情，把咱们这几10年的情分硬生生给剪断了。朕不去想你，不去翊坤宫看那满院子的荒凉，不是朕心虚，是朕作为一国之君的体面，是朕不能向一个犯了错的女人低头。他用这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功过两底之法，把如意从他的生活里彻底抹去，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成了紫禁城里最大的忌讳。可是这能瞒得过谁呢？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生活里一放，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必定能一拍大腿，恍然大悟。这不就是咱们在职场上，在生活里常见的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当家人吗？你想啊，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亲手把那个当年陪着他吃糠咽菜打下江山，却在公司做大后敢于直言进谏，指出他决策错误的老合伙人给踢出了董事会。这老合伙人卷铺盖走人的时候，一滴眼泪没掉，连一句软话都没说。这董事长一开始觉得解气啊，觉得终于没人管着自己了，终于大权独揽了。于是他身边迅速围满了一群只知道溜须拍马，看着他脸色行事的新人，就像皇上身边后来那些个只会争宠献媚的嫔妃。董事长每天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他觉得这就是成功，这就是他想要的唯我独尊。可是时间一长，10年过去了，
公司遇到了瓶颈，底下的高管们一个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顾着捞自己的好处。这个时候，这位董事长坐在他那间豪华的顶层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心里头其实早就慌了。他发现自己身边连个能说句掏心窝子真话的人都没有了，但他绝不会承认自己当年开除那个老合伙人是错的，他必须维护自己绝对正确的领导权威。于是他只能把那种无法言说的愧疚和孤独深深地压在心底，甚至对那个老合伙人的名字避而不谈，连公司里的老员工都不敢提。这就是乾隆这10年来的真实写照啊！他用无边的权力给自己垒起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坟墓，把自己的真心和如意的回忆死死地活埋在了里头。咱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养心殿。这时候，御前大总管李煜弓着身子，像一只悄无声息的老猫，端着一盏新沏好的明前龙井走了进来。李煜跟了皇上大半辈子，皇上这会儿心里头是个什么气候，他比谁都清楚。李煜换茶的时候，那盖碗落在紫檀木桌面上，愣是没发出一丁点声响。为什么？因为李煜知道，皇上这会儿的神经就像是一根绷紧了10年的弓弦，稍微一点动静就能让他大发雷霆。李煜的余光瞥见皇上正捏着那片枯梅花瓣发呆，他的心猛地揪了一下，赶紧把眼神垂下来，眼观鼻，鼻观心，连大气都不敢出。皇上被李煜换茶的微小动作惊动，猛地回过神来，像是被烫了手似的，飞快地把那片花瓣丢回了碟子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故意重重地咳嗽了一声，抓起桌上的朱砂玉笔，随手在一本折子上狠狠地画了一个圈。那个圈画得极不平整，墨汁甚至溅出来一点点，染红了他明黄色的袖口。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您就能看出来，这位高高在上的帝王，他的内心早就千疮百孔，那表面上的平静，不过是一张随时会被捅破的窗户纸。就在皇上极力用批阅奏折来掩盖内心慌乱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了一阵细碎却极其沉稳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同于妃嫔们的轻盈，也不同于太监们的细碎，它带着一种岁月沉淀下来的厚重和不容置疑的威严。李煜的耳朵微微一动，立刻转身，快步走到暖阁门口，帘子一掀，一股带着檀香味道的冷风就灌了进来。皇上抬起头，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只见太后甄嬛在这深秋的冷风中，扶着锦溪的手，跨过了养心殿高高的门槛。这位历经了3朝风雨，看透了紫禁城所有血腥与算计的老太后，今儿个穿了一身极其素净的暗青色团寿纹长服，头上也没有戴那些繁复的珠翠，只有一只成色极好的老坑玻璃种翡翠簪子，稳稳地压住了那满头银丝。甄嬛的眼神，那可是一把刀子啊！她一进门，这屋里的空气好像瞬间就凝固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笑吟吟地问皇上最近政务忙不忙，身子骨爽不爽利。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用那种看透了一切，悲悯又带着几分冷酷的眼神，死死地盯着坐在龙椅上的乾隆。那眼神里没有母慈子孝的温情，只有一种要将虚伪的脓包生生挤破的决绝。皇上心里猛地咯噔一下，他下意识地把手放在了御案上，遮住了那个放着干花瓣的小碟子。就这个下意识的遮挡动作，不仅没能掩盖他的心虚，反而把他的软肋清清楚楚地暴露在了这位宫斗祖师爷的面前。甄嬛看在眼里，心里头只剩下一声冷笑。她慢条斯理地走到一旁的紫檀木扶手椅上坐下，手里拨弄着一挂晶莹剔透的18子菩提手串。那菩提子互相碰撞发出的清脆响声，在这死寂的暖阁里，就像是催命的梵音。皇上干巴巴地挤出一个笑容，站起身来，拱手问安。
太后连眼皮都没抬，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这句话就像是一记惊雷，直直的劈碎了这紫禁城10年的虚假繁荣。他说：皇帝，你这御案上的折子堆得再高，也挡不住韩湘剑在承乾宫里日日夜夜吐出来的那些带血的真话啊！这一句话看似不着边际，却如同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精准地割向了皇上极力隐藏的暗疮。韩湘剑，那个被皇上视为最后一点真心寄托的塞外韩妃，那个在如意死后，皇上用尽天下奇珍异宝去哄着供着的冰雪美人，怎么突然就成了太后口中吐着带血真话的人？皇上的手指猛地僵住了，他眼前的视线甚至有了一瞬间的模糊。他在这10年里一直以为自己掌控着全局，以为自己把韩湘剑这只猎鸟关进了金丝笼里，就能弥补当年对如意的那种求而不得。可太后的这一句话让他突然意识到，这10年他所以为的深情，所以为的放下，可能只是一场巨大的滑稽的笑话。话说那是一个眼瞅着就要下大雪的阴冷天，彤云密布，铅灰色的天压的紫禁城那金黄色的琉璃瓦都暗淡无光，北风夹着冰碴子刮在人脸上，就像小刀子割肉一样生疼。寻常的嫔妃们早就缩在各自的宫里，拢着炭盆，抱紧了汤婆婆，谁也不愿意触这贼老天的眉头。可是偏偏在这连乌鸦都懒得叫唤的天气里，老太后甄嬛这位在深宫里修炼成了精的活神仙，却披着一件极其厚实的紫貂大氅，只带了锦汐等几个心腹老嬷嬷，悄无声息的在夹道里溜达。您说太后这是闲情逸致吗？错了，这宫里的老狐狸每走一步棋，那都是算计到了骨子里的。太后这阵子早就冷眼旁观出了皇上的不对劲，她今儿个就是冲着承乾宫这块冰山来的。承乾宫自从如意走后，这地方就成了皇上心尖上的一块禁地，里头住着的正是那位从天山脚下被硬生生掳来的韩部第一美人容妃韩湘剑。这位种那是出了名的油盐不进，冷若冰霜。皇上把天下奇珍异宝流水似的恩宠往承乾宫里送，可人家连个正眼都不给。这会儿太后的步辇刚好停在承乾宫内吊漆的朱红宫门外，隔着厚厚的宫墙，里头静的简直不像是活人住的地方，连个宫女太监的咳嗽声都没有。就在太后微微蹙眉，准备转身起驾回慈宁宫的那一刹那，里头突然传来了一记极其尖锐、极其突兀的声响。啪的一声，那是一件极其名贵的薄胎白玉茶盏狠狠砸在金砖地面上发出的碎裂声。紧接着，里头传来了大宫女惊恐万状的磕头请罪声，还有一阵阵压抑到极点，仿佛是从胸腔最深处撕裂出来的干呕与咳嗽。太后给锦汐使了个眼色，锦汐轻手轻脚地走到门缝边上，悄悄往里一探。这一探，可就把韩湘剑这10年来苦苦支撑的冰冷面具给看穿了个底儿掉。您猜里头是个什么光景？只见韩湘剑穿着一身刺眼的素白宫装，整个人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颓然地瘫坐在紫檀木的罗汉床上。他的脚下是一滩泼洒的触目惊心的红褐色汤药，那玉盏碎成了千万片，折射着屋里昏暗的烛光。那汤药溅到了她雪白的裙摆上，宛如雪地里开出了一朵朵血红的梅花。可韩湘剑呢？他连看都没看那些惊慌失措跪在地上擦拭的奴才，他那双原本如一泓秋水般清澈，如今却死气沉沉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微微发抖的右手。他的指尖上还残留着一丝药渍。就在刚才那一瞬间，端着药碗的他不是手滑，而是内心深处那股子翻江倒海的恶心与绝望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他不仅是在摔那只名贵的玉盏，
他是在摔这个困了他10年的金丝牢笼，是在摔乾隆皇帝那自以为是、令人作呕的深情。太后在墙外听着里头的动静，那双阅尽千帆的丹凤眼微微眯了起来，嘴角勾起了一抹复杂难辨的冷笑。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琢磨琢磨，皇上这10年是怎么对外人显摆的？皇上觉得，只要朕拿出全天下的好东西，只要朕对你含香剑百依百顺，朕就能把你这座冰山雾化了。皇上把对如意的愧疚，把对如意那种失控的恐惧，全都转化成了对含香剑的极端补偿和极端控制。他以为含香剑只是在悼念死去的未婚夫韩起，他以为时间能抹平一切。可太后一眼就看穿了，这含香剑砸碎的根本不是什么失去情郎的悲痛，而是一种看透了帝王极度自私本质后的深恶痛绝。这碗药是皇上为了调理他那常年郁结的身子，下令太医院用最名贵的人参鹿茸熬制的。可在含香剑闻来，这药里头全是后宫女人的血腥气，全是当年如意为了保全她而受过的无妄之灾的冤屈气。咱们把这一段往咱们如今的现实生活里，往那风云变幻的职场里一放，您就能把这里头的人情世故看得透透的。这就像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大老板，早年间因为自己听不进逆耳忠言，硬生生的把那个陪他一起创业、最懂公司业务也最懂他本人的老合伙人如意给逼得退了股、离了市。这老板心里头其实虚得很，他知道公司缺了那根定海神针，底下人也都在看他的笑话。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有魅力、有能力吸引最顶尖的人才，他花重金从外头挖来了一个极其高傲、自带光环的空降兵高管含香剑。这位空降兵那是被迫来的，签了对赌协议，为了不足安危，压根儿就看不上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更看不上这个老板那副油腻且霸道的嘴脸。老板为了安抚他，给了他最大的独立办公室，给了他最高的年薪，甚至容忍他在公司里横着走，对谁都爱答不理。老板逢人便吹嘘，你们看，这么难搞的顶尖人才，还不是在我的手底下服服帖帖？我对他多好，要星星不给月亮。老板把这种物质上的堆砌和无底线的纵容，当成了自己的知人善任和深情厚谊。可是这位空降兵在办公室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他每天看着老板那副自欺欺人的做派，看着公司里那些老员工因为怀念前任合伙人而敢怒不敢言的憋屈样，他心里头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老板对他的好根本不是欣赏他的才华，而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昂贵的花瓶，一个用来掩盖当年逼走老合伙人错误的道具。他坐在那个豪华的办公室里，端着老板让人送来的顶级现磨咖啡，心里头只觉得恶心。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故意一脱手，把那杯昂贵的咖啡连同精致的古瓷杯一起砸在了名贵的地毯上。这一砸，是对老板虚伪面具的无情嘲弄，是对这家公司病入膏肓的彻底绝望。他是在用这种无声的激烈对抗，告诉那个自以为是的老板，你买得断我的时间，你买不断我的良知，你给得起金山银山，你填不满你心里那口吃人的黑洞。太后甄嬛就是这家集团里那位早就退居二线，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董事长。他隔着办公室的百叶窗，看到了空降兵摔杯子的这一幕。太后心里太清楚了，皇帝这个所谓的 CEO 已经在自负和偏执的死胡同里走火入魔了。他以为留住了含香剑的人，就等于证明了他作为帝王的魅力无所不能，就等于把如意当年带给他的挫败感给抹平了。太后冷眼看着，他知道含香剑这座冰山底下压抑着的早就不是对故乡的思念了，
而是积攒了10年的关于这紫禁城最肮脏真相的火药桶。而这火药桶的引线就牵在已经死去了10年的如意身上。太后缓缓地转过身，拢了拢身上的大氅，那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凌厉的寒芒。她对锦汐低声说道：“走吧，哀家知道了。”这承乾宫的冰冻了10年，不是皇上那点子虚情假意能焐热的，那是有人拿命在底下垫着呢。皇上也是时候该醒醒他那大梦了。太后的这一眼，这一转身，其实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一个连环杀阵。他要把韩香见这个看似与如意毫无瓜葛，甚至当年还是情敌的女人，变成一把最锋利的尖刀，直直的插进乾隆那个坚硬外壳包裹下的软弱心脏里。时光再这么一转，咱们又回到了养心殿那憋闷的暖阁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太后甄嬛端坐在紫檀木椅上，冷冷地抛出那句韩香见日日夜夜吐出来的带血真话时，乾隆皇帝会如遭雷击。皇上的手死死地抠住玉案的边缘，指甲缝里都渗出了惨白的颜色。他那张常年保持着威严与平静的面庞，第一次出现了肌肉的痉挛。因为太后的话戳中了他这10年来最怕触碰的一个死角，他一直在害怕韩香见的冷漠，根本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看透。他更害怕太后接下来的话会把如意这2个字从那堆干枯的绿梅花瓣里血淋淋的刨出来，扔在他这张高高在上的龙椅上。太后甄嬛那双眼就像是照妖镜，定定地扎在皇上脸上，半晌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在那死寂的屋子里，听起来比刚才韩香见摔杯子的声音还要惊心动魄。太后缓缓地拨弄着手里那串18子菩提，语气里带了几分看透事情的苍凉。她慢条斯理地开了口：“皇帝，你总觉得给香见盖了这全天下最华丽的承乾宫，又为了他让满宫的嫔妃穿上寒布的衣裳，你就成了这世上最至情的痴种。可你知不知道，这10年香见在那屋里每一口吞下去的药，其实都是他对自己、对你，更是对这紫禁城的诅咒。”皇上的眼角狠狠地抽动了一下，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却发现嗓子眼儿像是被一团带刺的棉花给塞住了。太后没等他开口，身子微微往前一倾，那股沉稳的檀香味瞬间逼到了皇上跟前。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以为他摔的是药碗？他是想摔碎他那张跟你如出一辙的假面具。他告诉哀家，这10年来，他每见你一次，心里想的就是当年如意在翊坤宫里，为了求你给他一条活路，在那冰天雪地里跪的2条腿都废了的影子。他说，你对他的每一分宠爱，都是踩在如意那颗被你亲手踩碎的心上的。你给他的那些如珠如宝，落在他眼里，全都是如意当年流不干的血泪。”这话一出，皇上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骨头，颓然的往龙椅背上一靠。各位老友，您看皇上这会儿的眼神，那是心虚，是惊恐，更是一种被当众剥光了衣服的羞愤。他这10年来最得意的深情博弈，被太后这一番话活生生拆解成了一场极其卑劣的职场替代。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一照，您看像不像那种在职场里明明是自己格局小、心眼窄，因为一点权力争端就逼走了最能干、最忠心的老干将，结果转头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就重金聘请一个长得跟老干将有几分神似，或者性格同样刚烈的新人。老板每天对新人嘘寒问暖，甚至给新人开各种特权，搞得满公司怨声载道。老板心里想的是，看吧，我不是刻薄，我是重情重义，只是那个老干将不识抬举，你看现在这个，我对他多好。可这老板没想明白，这种替代式宠爱，其实是对新人最大的侮辱，也是对老干将最深的残忍。
新人韩香见心里明白着呢，他看着老板那一副自我感动的嘴脸，心里只觉得阵阵发凉。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个用来填补老板良心亏欠的药渣子，是个用来证明老板没做错的活道具。这种人在职场里活得最痛苦，因为他看得最明白。韩香见之所以在承乾宫里那般冷若冰霜，是因为他看穿了皇上这个 CEO 最阴暗的一面。他根本不爱任何人，他只爱他那个深情且正确的人设。他在韩香见面前表现得越卑微越宠溺，就越能抵消他心中对如意那份不敢触碰的负罪感。他是在用一个人的命去供养另一个人的假象。太后看着皇上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仅没收手，反而又是重重的一拍桌子，那一记闷响震得御案上的茶杯盖都哗啦一响。太后冷笑着揭开了那层最血淋淋的真相：皇帝，你一直觉得相见是因为思念韩启才对你冷淡，你甚至觉得自己能包容这种思念是很伟大的。可相见亲口对哀家说，韩启是死在战场上，虽然遗憾，但那是命。可如意是死在你这永无止境的多疑和那副薄情的心肠里。他说，如意临死前给他留了一句话，让他护着自己这颗心，千万别让这紫禁城的红墙把心给染红了。相见这10年不肯承宠，不是为了韩琦守节，他是替如意在守着那份对你的不屑。他冷着你，那是如意在借他的手抽你的耳光啊！皇上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眼前的视线开始晃动。太后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把他在心中为如意、为韩相见，也为他自己编织的那张巨大的谎言网给剪得七零八落。他突然意识到，这10年他所以为的金屋藏娇，在那2个女人的盟约里，不过是一个滑稽的笑话。如意走了，可如意的魂儿竟然一直活在韩香见那个倔强的影子里。这哪里是他在控制韩香见，分明是如意在死后10年，依然用一种最清冷、最决绝的方式，在蔑视着他的皇权。太后看着皇上指甲缝里都要渗出血来的模样，眼神里闪过一丝极隐秘的痛快。这就是职场高层最顶级的心理战，不是要你的命，是要你的魂。太后这是要彻底打碎乾隆那个全天下我最深情的幻觉，让他不得不面对那个最丑陋、最真实的自己。这时候，窗外的风刮得更紧了，那风声里似乎带了某种凄厉的哭声，又像是有人在冷宫的枯井旁发出的阵阵冷笑。皇上颤抖着手，想要去端那杯已经凉透了的龙井，可手抖得厉害，指甲磕在瓷碗缘上，发出噔噔噔的乱响。他那原本威严无比的嗓音，这会儿听起来沙哑的像是在砂纸上磨过。皇额娘，您是说这些年相见心里一直都在怨恨朕？他和如意他们是一伙的。太后甄嬛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掌握着天下生杀大权，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的男人。他轻轻抚了抚自己的袖口，丢下了这一节最后的悬念，是怨还是爱？皇帝，如意离世10年，你从不准人提起翊坤宫，可你知道吗？就在刚才，相见把那碗药摔了的时候，他对哀家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在御花园里没有拦下如意。如果你知道了那晚如意剪发时真正的眼神，恐怕你这10年一天觉都睡不安稳。你想听听那眼神里到底藏了什么吗？乾隆爷听了太后那句如意剪发时真正的眼神，整个人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眼珠子定定的在那儿，连眨都不敢眨一下。他那双常年握着朱笔指点江山的龙手，这会儿正死死抠着龙椅的扶手，用力之猛，竟让那坚硬的紫檀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呻吟声。皇上的呼吸变得极其沉重，每喘一口气都像是破风箱在拉动，
在这死寂的暖阁里显得格外的刺耳。太后甄嬛见火候到了，也不急着往下说，而是缓缓站起身，在那御案前慢慢踱起步来。她的步子极轻，可每一步都像是踏在皇上的心尖子上。太后走到那盆早就干枯的绿梅前，伸出带着纯金护甲的手指，轻轻一拨，那枯萎的花瓣便在这指尖的惊扰下，无声无息地碎裂开来，化作了一滩灰扑扑的粉末。甄嬛叹了口气，悠悠地开了口：“皇帝，你这10年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觉得是如意那惊天一剪，断了你们的情分，也伤了你的面子。你恨他不识大体，恨他在那众目睽睽之下让你下不来台。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在西湖大船上，那个被你骂成疯妇的女人，她那一剪子下去，求的根本不是你的原谅，更不是你的挽留，她求的是解脱啊！这一声解脱，像是一根细长而冰冷的银针，直直地戳进了乾隆爷灵魂最深处那个从未愈合的脓包。皇上的身子猛地颤了一下，额角上一根青筋突突的乱跳。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头那一拧，您看这像不像咱们在单位里遇到的那种情况？一个兢兢业业陪着公司从没名没分干到行业巨头的老副总如意，因为看不惯董事长皇上开始迷失自我，任人唯亲，就在年会上当众撂了挑子。董事长觉得这老伙计是在拿大，是在要挟，于是大发雷霆，恨不能把人彻底封杀，甚至在人走后还要把所有的项目档案都销毁，仿佛这人从没存在过。可这董事长皇上心里头那道坎儿10年都没过去，他每天都在想，他凭什么敢这么干？他是不是疯了？他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跟我低个头认个错？这种心理其实是职场里最典型的权力傲慢。在他眼里，所有的下属，甚至是陪他打江山的功臣，都不过是他的附属品，都该围着他的情绪转。他从来没想过，当一个人彻底死心的时候，他要的不是你的道歉，而是再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太后转过身，那双洞若观火的老眼里，这会儿全是不加掩饰的嘲弄。他逼视着皇上，声音压得极低，却字字如千钧重担。相见告诉哀家，如意断发的那天晚上，他就在内舱门口看着。他说他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干净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怨，没有恨，甚至连一丁点儿的留恋都没有，有的只是像雪山顶上那抹冷光一样的清醒。如意看你的时候，就像是在看一个已经死掉的影子。他那一剪子断的不是发，是他心里最后那点子念想。他看穿了你这个皇上，皮囊底下藏着的是个永远不知足，永远在索取，永远只爱自己的自私鬼。皇帝，你口口声声说他绝情，其实是你根本配不上他的那份真心了。皇上听着这一声声扎心的话，脸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紫。他脑子里猛地浮现出10年前那个夜晚，西湖上的烟波浩渺，如意站在他对面，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被他亲手剪断，在晚风中乱舞的样子。他一直以为那是愤怒，那是反抗，可现在听太后这么一说，他才猛然惊觉，如意那一刻的眼神真的像是看透了一场已经落幕的荒诞至极的闹剧。他不是在跟他闹，他是在跟他告别，是那种此生此世，永生永世，再也不愿相见的诀别。就在这一瞬间，皇上心头那座固若金汤的堡垒终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他一直用如意负我这个理由来麻痹自己，可现在太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露出里头血淋淋的真相，是他亲手把那个满眼都是他的青樱给活生生的折磨成了死心的如意。这就像是一个在职场中自以为是的领导，最后发现那个唯一肯对他说真话，唯一真心为公司好的人，竟然是被他亲手给逼走的。
这种挫败感，这种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孤家寡人的真相，比死还要让人难受。太后见皇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却依旧不打算放过他。他缓缓抬起手，指着那窗外越来越紧的风声，语气变得冷冽无比：皇帝，你在这儿摆着如意喜欢的绿梅，装着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给谁看？你连他的画像都不敢留，连个名分都不敢挣，你这叫长情？你这叫心虚？你怕见到他的脸，怕那双眼睛在夜里盯着你，问你为什么要杀掉那个曾经想跟你执手到老的少年郎。相见还说，如意临走前其实给你留了件东西，只是你连看一眼的胆量都没有。这话像是一记重锤，砸得皇上几乎从龙椅上跌下来。他颤抖着声音，嗓子眼里仿佛含着一团火，嘶哑的喊道：留了什么？他还给朕留了什么？朕怎么不知道？这紫禁城的奴才难道都反了天了吗？皇上的这声咆哮带着一种狗急跳墙般的绝望。他其实不是在生奴才的气，他是在生自己的气，是在怕那个真相一旦被揭开，他这10年的体面就真的成了这世间最大的笑话。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嘴角扯出一抹极淡却也极残酷的弧度。想知道吗？那咱们就得去问问相见，去问问那碗被他摔碎的药里，到底还藏着如意当年的多少算计和多少慈悲。皇帝，真相就像是这坛子里的老酒，放得越久，揭开来的时候就越是辣喉咙，烧心口啊。太后甄嬛那双见过无数后宫阴风残雨的老眼里，这会儿闪着的不是慈悲，而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他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年过半百，却在情爱博弈里输得一塌糊涂的儿子，缓缓地从袖口里抽出一条绣着青色竹叶的帕子。那帕子色泽陈旧，边角甚至有些起毛，可落在乾隆眼里，却比那堆积如山的加急战报还要让他心惊胆战。太后轻轻擦了擦嘴角并不存在的茶渍，声音像是从那深深的古井里逃出来的，带着一股子让人打冷战的寒意。他说：皇帝，你总觉得韩香见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觉得他心里只有那个死在天山脚下的韩琦，所以这10年来，你变招法儿的赏，变招法儿的宠，实则是变招法儿的在跟一个死人较劲。可你睁开眼看看，看看相见那双握过剑，也握过你给的无数珠翠的手，那手心里到底藏了什么？乾隆爷的眼角猛地一抽，他这会儿的脑子乱得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浆糊。他回想起这10年来，韩香见在承乾宫里那副冷若冰霜的模样，确实，那女人从不肯让他碰她的手。每当他想在那如温润白玉般的掌心里摩挲一二，韩香见总是会不动声色地把手缩进那宽大的塞外胡服袖子里。皇上以前以为那是他在为韩琦守节，那是他对自己这个强取豪夺之人的无声反抗。他甚至还在心里暗暗自得，觉得这种得不到心的征服感才是帝王最高级的乐趣。可现在听太后这么一说，他心里那个叫疑心的毒瘤瞬间就长满了全身。他颤颤抖抖地抬起手，指尖在那玉案的边缘划过，发出一阵刺耳的像是尖铁划过瓷砖的声响。他哑着嗓子，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生生挤出来的。他问：皇额娘，那手心里到底有什么？难道他在这宫里还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成？各位老友，您瞧瞧，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也是咱们现实职场里最让人心寒的那种多疑症。您想啊，在咱们现在的单位里，是不是也有这种领导？他给了你高薪，给了你头衔，甚至天天在开会的时候夸你是他的得力干将，就像皇上给韩香见的宠爱。可只要你表现出一点点他看不透的地方，哪怕是你下班走得早了点，或者是你手机换了个他没见过的壳子，他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关心，
而是怀疑。他会想，你是不是在外面接私活了？你是不是跟竞争对手联系了？这种领导，他永远不会相信这世上有纯粹的忠诚或感情，因为他自己的心就是脏的。他把所有的下属都看成是可以用金钱和权力收买的筹码，一旦这个筹码表现出了他控制不了的人性，他就觉得那是背叛。皇上对韩湘建，与其说是宠，不如说是监控。他在这10年里，其实一直活在被绿的幻想和被拒绝的自卑里。太后甄嬛看着皇上那副快要崩溃却还在疑神疑鬼的德行，嘴角冷冷一撇，那是真的一种从心底里透出来的瞧不上。他缓缓站起身，在那御案前来回踱了2步，那沉稳的脚步声在这空旷的殿宇里像是某种审判的鼓点。他停下步子，转过头，死死盯着乾隆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手心里有一道疤，一道深可见骨，哪怕过了10年依然狰狞的疤。那不是韩部的人留下的，也不是他自己想不开留下的，那是当年如意在翊坤宫里亲手用自己的名声，用自己的后位，用自己的命，替你这大清的江山，替你这个糊涂皇帝，生生在那寒刀尖上挡回来的太平。乾隆爷整个人如遭雷击，他的脊梁骨像是瞬间被人抽走了，颓然地瘫在龙椅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太后这话不仅是把韩湘建的秘密揭开了，更是把一桩被尘封了10年的足以颠覆他认知的血案给翻了出来。各位老友，咱们得把这镜头往回摇，摇到那年韩湘建刚入宫的时候。那时候皇上为了这个塞外美人，那是真发了疯，不仅要给人家改规矩，还要让人家入齐，搞得前朝后宫鸡犬不宁。韩部的人心不稳，宫里的流言四起。韩湘建那时候是一心求死，甚至藏了利刃在袖子里。这时候是如意，是那个被皇上指责擅妒、不识大体的如意，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里，孤身去了承乾宫。大家都以为如意是去劝韩湘建顺从皇上的，甚至皇上当年还阴阳怪气的谢过如意，觉得是如意贤惠。可太后今儿个把这真相一拨开，那是血淋淋的疼啊！原来那晚韩湘建是真的要自尽，那是奔着嗓子眼去的一刀。要是韩湘建死在那儿，韩部立刻就会反，边境大乱，皇上这明君的名声就彻底臭了。是如意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用那双平时只拿来绣花、弹琴、写字的手，直接抓住了那把明晃晃的尖刀，血顺着袖口流了一地，那瓷砖缝都被染红了。如意忍着疼，在韩湘建耳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死了，他只会把这笔账算在你们部族头上，你的族人一个也活不了。你活着，哪怕是为了这天下的太平，你也得活得像块冰，让他不敢轻易动你，也让他动不了你。这就是那道疤的来历。韩湘建这10年来，每当皇上想靠近，他就握紧那道疤。那疤痕在手心里，一用力就钻心的疼，那疼是在提醒他，他这条命是如意拿命换回来的，他得替如意守着这份对皇权的蔑视。他不肯承宠，不是为了韩起，而是因为他只要一闭眼，就能看见如意那晚流了一地的血。他觉得这宫里的每一寸金砖都沾着如意的冤屈。他看着皇上那副自以为是的深情，心里想的是：你这个男人，连谁救了你的江山都不知道，你还谈什么情，说什么爱？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一照，您看这职场隐喻多深啊！这就像是一个公司的项目经理如意，为了帮那个已经因为私生活混乱搞得焦头烂额的老板皇上平息公关危机，自己背了黑锅，悄悄去安抚了那个受害者韩湘建，还帮老板把漏洞给补上了。老板呢？他不仅不知道是项目经理救了他的命，还觉得是项目经理办事不力，整天在那儿疑神疑鬼，
最后甚至因为一点小事把项目经理给开除了。等到10年后，公司快倒闭了，老板发现那个受害者一直不肯跟他签新合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人家一直记着前任项目经理的恩情，而且手里一直握着当年老板犯错的证据，只是看在项目经理的面子上才没告他。这种真相大白后的羞愧和挫败，比破产还要让人无地自容。乾隆爷坐在那儿，眼前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了。他想起自己当年对如意说的那些话，想起自己如何嘲讽他的多管闲事，想起自己如何在那西湖的大船上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不如韩相见温顺。他觉得胸口一阵阵地发闷，那是一种要把肺管子都憋炸了的闷。他颤抖着问太后，既然是如意救了他，那他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要瞒了朕整整10年？太后甄嬛听了这话，竟呵呵冷笑起来，那笑声里充满了自嘲和对儿子的失望。她猛地一甩袖子，震得旁边架子上的青花瓷瓶都嗡嗡作响。太后厉声喝道：“早说！皇帝，你让他怎么说？说你心心念念的美人其实想杀了你，说你觉得高不可攀的爱情其实是如意施舍给你的太平。你是个什么性子，如意最清楚。你是个输不起的人，是个面子大过天的人。如果当年让你知道真相，你会感激如意吗？不，你只会更恨他。你会觉得他看穿了你的狼狈，你会觉得他在你面前立了一块功德碑，让你每看他一眼都觉得低了一头。如意是为了护着你那可笑的自尊心，才把这秘密带进了坟墓里。这番话真叫一个字字诛心。太后把乾隆那点子阴暗的小心思给剖析的体无完肤。这就是帝王的孤独，也是权力的诅咒。你高高在上，所以你听不得真话；你唯我独尊，所以你见不得别人比你通透。如意这10年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最高级的慈悲。他知道真相会毁掉皇上对自己的最后一点认知，所以他宁愿被他误解，宁愿被他遗忘，也要保住他作为一个皇帝的体面。乾隆爷这会儿的心像是被万箭齐发，射成了一个血窟窿。他低着头看着那明黄色的袍角，那上面的金龙在昏暗的烛火下依然耀眼夺目，可他却觉得自己像是个跳梁小丑，穿着这身龙袍，在这紫禁城的舞台上演了10年荒诞不经的独角戏。他这10年来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得，在那道手心里的疤痕面前都碎成了一地的烂泥。太后见皇上那副灵魂出窍的模样，声音却突然低了下来，带了一种莫名的诱惑和更深的悬念。她轻声说：“皇帝，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你以为这道疤就是如意最后的交代了吗？不，你错了。相见还告诉哀家，如意临死前，在翊坤宫那间漏风的屋子里，还烧掉了一样东西。那东西是他亲手为你缝了3年的，可他最后却选择了让它化为灰烬。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想知道在那火焰升起的时候，如意在那空荡荡的宫殿里，最后喊的是谁的名字吗？咱们说这养心殿里的天儿，像是被谁一把掐住了脖子，连那垫脚香炉里吐出的冷香都凝在半空不动弹了。乾隆爷那2只手死死地撑在玉案上，力道大的那指关节一个接一个的泛出青白，活像是在冰水里浸了3天的老妪，透着一股子绝望的死气。太后甄嬛那番话哪是在说闲话，那是把一柄生了锈的钝刀子对着皇上那颗自以为铁石心肠的心，一下一下的生拉硬拽。皇上的嗓子眼里像是塞满了被火燎过的干草，每喘一口气都辣得生疼。他那双原本看谁都带着几分审视、几分威严的眼睛，这会儿竟像是失了焦的坏镜头，只剩下一片茫然的灰。各位老友，
您且看这屋里的光影，那是越来越暗了。殿外的斜阳透不进这厚厚的窗棂，只剩下几缕残光在那描金的屏风上做最后的挣扎。这就像极了咱们这位皇上此时的心境，他守了一辈子的帝王尊严，在这10年如一日的自我催眠里，终于到了要彻底崩塌的节骨眼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这紫禁城里的活神仙，能断生死，能定情分。可太后今儿个把这层薄薄的窗户纸给捅破了，露出来的竟是他这辈子最不敢认的真相。他以为如意是那个背叛了青梅竹马情分的罪人，可到头来，真正变了心、失了魂，把真心当成草芥践踏的，竟是他自己。太后甄嬛看着皇上那副扶着桌子快要站不住的德行，不仅没伸手去扶，反而又往前紧了半步。那沉稳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暖阁里激起一圈圈让人心慌的涟漪。太后压低了声音，那语调平缓的就像是在聊家常，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带着倒钩的暗箭。皇帝，你这御案上摆着的如意最爱的绿梅，你这10年不进翊坤宫的长情，其实都是在怕啊。你怕听见人提起他的名字，你怕想起他那双总是清凌凌看着你的眼睛。相见告诉哀家，如意临走的时候，在那间破的连风都挡不住的偏殿里，还在给你缝那双你年轻时最爱的护膝。他每扎下一针，指尖都要抖上半天，可他那是为了恨你吗？不，他是看透了你这高位之上的孤独，他是在替那个已经死在你心里的少年郎最后尽一点情分。他从未不爱你，哪怕你把他打进冷宫，哪怕你当着他的面宠爱一个又一个新人，哪怕你给了他最深的羞辱。而你这些年宠着的韩香见，他那双眼睛看你的时候，哪怕是笑着，那眼底里也全是不加掩饰的厌恶和怜悯。皇帝，你用这天下最昂贵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女人的恨，却弄丢了一个女人唯一的真。这份买卖，你这个天下最聪明的皇帝算明白了吗？这话一出，乾隆爷原本撑在御案上的右手猛地一阵痉挛，竟把旁边那只装着干枯梅花的白瓷小碟给扫到了地上。哗啦一声脆响，那干透了的花瓣溅了一地，像是一场迟到了10年的带着血腥气的祭奠。皇上的身子晃了晃，眼前的金砖地面在那一瞬间仿佛变成了一面清澈的镜子，镜子里映出的不是95之尊的威严，而是那个在杭州西湖的大船上，因为嫉妒，因为多疑，因为那点子可笑的权力欲而变得面目狰狞的自己。咱们把这事儿往现实里一撇，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说这像不像咱们在单位里最招人恨的那种糊涂老总？他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身边原本有个最实诚、最懂他，甚至愿意为了公司、家庭把所有苦都往肚子里咽的老部下如意。这老部下敢在他犯浑的时候顶嘴，敢在他迷失方向的时候拉他的衣角。可这老总啊，被外头那些虚头巴脑的赞美和权力给泡坏了脑子。他觉得这老部下是功高盖主，是老气横秋，是挑战他的权威。于是他找了个由头，把这老部下给羞辱了一顿，赶出了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他迅速提拔了一个长得漂亮、能力又强，甚至带着几分傲气的空降兵韩香见。他给这空降兵开天价薪酬，买最好的办公设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资源都砸在他身上。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你看，我不是那种薄情的人，我对这新人多好，我以前那个老部下就是不知好歹。可这老总最悲哀的地方在于，他一直活在一种认知错位里。他以为自己是在爱新人，其实他是在给自己找心理补偿。他以为新人会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其实新人看他就像看个没脑子的土财主。而那个被他亲手开除的老部下，其实到死都在操心公司的业务，甚至在外面还替他挡了不少明枪暗箭。这种老板
最怕的就是真相揭开的那一天，因为一旦揭开了，他不仅失去了那个最忠诚的人，更会发现自己这些年引以为傲的所谓管理艺术，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他把良将当成了卧底，把毒蛇当成了宝贝，这种认知上的彻底崩塌，对于一个习惯了掌控全局的人来说，那是比破产还要命的打击。乾隆爷这会儿的心就处在这种破产的边缘，他感觉自己这10年来所有的理直气壮，全都在太后那悲悯的眼神下碎成了齑粉。他的指尖在那坚硬的紫檀木边缘滑动，留下了一道道暗色的划痕，那是因为他太想抓住点什么，好证明自己还没彻底输光。可他抓不住，那时间回不去了，那个会在灯下温婉的喊他一声红丽的女人，也再也不会回来了。太后看着皇上这副魂儿都被勾走了的样子，语气里多了一丝叹息。她缓缓抬起手，指着那满地的碎瓷片，语调变得极其低沉：“皇帝，你总觉得如意那断发的一剪子是任性，是疯魔。可相见说了，如意在那剪子下去之前，曾经看着你的背影笑了。”他说那一刻，他终于把那个困了他一辈子的墙头马上摇香菇给还给你了。他剪断的不是发，是他这辈子最深也最累的一场噩梦。他走了，走得干干净净，甚至没在那翊坤宫里留下半点对你的怨气。倒是你，皇帝，你这10年在这紫禁城里建了无数的高台，赏了无数的繁华，可你扪心自问，在那夜深人静香烛燃尽的时候，你心里那一块地方是不是早就凉透了？你连见韩相见的勇气都是借着对如意的恨才攒出来的，如今这恨没了，剩下的这空壳子，你打算怎么在这龙椅上坐下去？皇上听到这儿，喉咙里猛地发出一声极其压抑的，像是受伤野兽般的呜咽。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根脊梁骨，突然失去了平衡，踉跄着退后2步，重重的跌坐在了那张明黄色的宝座上。这本是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可此时落在他屁股底下，竟像是布满了钢针。他的眼眶开始泛红，那种酸涩感从鼻腔直冲脑门，可他那作为帝王的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他死死的仰着头，不想让那滚烫的液体滚下来。这种当场崩塌的心理细节，其实是乾隆对自己整个人生逻辑的否定。他这一辈子都在算计，算计权臣，算计妃子，算计江山。他以为情爱也是可以算计的一部分，只要他给的足够多，只要他控制的足够严，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圆满。可他忘了，真心这东西是最不讲道理的。如意给了他最好的真心，他嫌沉，所以他给扔了。韩相见给了他最毒的冷漠，他却觉得那是珍宝。这种极度的荒诞和极度的悲哀交织在一起，终于在这个深秋的夏晌，把这位95之尊给彻底击垮了。太后见皇上已经到了这份上，竟还没打算收手。她在那冷风嗖嗖的暖阁里，缓缓地转过身去，背对着皇上，目光看向那遥远的、已经没入黑暗的翊坤宫方向，悠悠地抛出了那最后的一根引线：“皇帝，相见还告诉哀家，如意临走前其实留了一份亲笔信，那是给你这个大清皇帝最后的告诫。他说，他这一生不悔遇见青樱，只恨嫁入皇家。他说，他欠那个少年郎的已经还清了，剩下的让你自己去跟这紫禁城的列祖列宗交代。皇帝，你想看看那封信吗？想看看在那薄薄的宣纸上，一个女人是如何把一个皇帝的魂儿给一笔一画清清楚楚的写碎了的吗？话说那养心殿内原本就昏黄的烛火，被穿堂而过的冷风扑得猛地一晃，火苗子没命的摇曳着，把太后甄嬛那在地上的影子拉得极长极深，活像是一只潜伏在暗处随时准备择人而噬的黑兽。
乾隆爷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那张冷冰冰的龙椅上，耳畔全是太后刚才那句“你想看看那封信吗？”在回响，那声音不紧不慢，却像是一根细细的钢丝，顺着他的耳朵眼钻进去，把他的脑仁子搅得生疼。他那双常年用来平衡朝局、算计人心的龙爪，这会儿颤抖的连龙袍的边儿都抓不住了，指甲缝里渗出的那点子冷汗，湿透了明黄色的绸缎，在那上面留下了一块块暗沉沉的印记。这哪里还是那个威震四海的十全老人？这分明就是一个在真相的悬崖边上被吓破了胆、丢了魂的中年汉子。您且看这屋里的光景，那是真叫一个凄冷入骨。玉案上的如意纹墨床冷冰冰的躺在那儿，旁边那盏早已凉透了的茶碗边上还挂着一圈干涸的茶垢。这所有的死物似乎都在冷冷地看着皇上，等着看他这10年的体面是如何在这一瞬间土崩瓦解的。乾隆爷费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蛛网般的血丝，那眼神里藏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他在这10年里无数次在梦里跟如意较劲，他在梦里骂他、恨他、怪他不识抬举，可他唯独没有想过，如意留给他的竟然会是一封信。这种感觉，各位老友，您琢磨琢磨，这就像是一个在职场里自诩为绝对权威的老板，把一个陪他白手起家、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伙计给亲手辞退了，甚至还让人家走得极不体面，背了一身的骂名。这老板10年间在各种场合炫耀自己的决策英明，说那个老伙计是烂泥扶不上墙，是背叛了公司文化。可就在他最得意，觉得自己已经把那段历史彻底抹平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他，那个老伙计临走前留了一份档案，那里面记录的不是公司的机密，而是这10年来老板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失误，亲手挖下的每一个坑，以及那个老伙计如何在暗处默默地把这些坑一个一个填平的记录。这种心理上的反噬才是最要命的。乾隆爷这会儿的心里，其实就在这种极度的自卑和极度的自负之间疯狂打转。他怕那封信里写满了如意对他的诅咒，怕那字里行间全是那个断发之夜的决绝，更怕那信里流露出的其实是他这辈子都再也求不来的那种干干净净的慈悲。他哆嗦着嘴唇，好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2个字来，那声音沙哑的就像是在砂纸上磨过的老旧封箱，拿来，给朕拿来。这2个字吐出来，仿佛抽干了他身上所有的力气，他的肩膀猛地垮了下去。那一瞬间，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一个被揭开了牢底、被撕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赌徒，输得一败涂地，输得倾家荡产。太后甄嬛见他这副模样，却并没有从袖子里掏出什么书信，而是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那摇头的姿势，在皇上眼里，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他抓狂。太后轻轻拍了拍手，一旁的锦汐姑姑轻手轻脚地捧上了一个小小的、有些陈旧的楠木盒子。那盒子的漆面已经有些斑驳了，透着一股子岁月打磨出来的暗淡。太后指着那盒子，语气里带了一种让人绝望的平静。她说：“皇帝，你以为如意还会给你留什么亲笔信吗？你错了，大错特错。如意那样的人，一旦死心了，那是连一个字都不会愿意留给你的。他临终前，在翊坤宫那间破屋子里，当着韩香见的面，亲手烧掉了你们曾经所有的通信，烧掉了你送给他的那些虚假的情诗，甚至连他自己的画像都付之一炬了。这盒子里只有一样东西，那是他在那场火升起来之前，唯一叮嘱相见一定要交给你，却让你等了整年的东西。”乾隆爷的瞳孔猛地缩成了一个小点，他的视线死死地锁在那个盒子上，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停滞。他像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
拼命想抓住那盒子里的一线生机。他颤抖着手，几次想伸过去，却又像是怕被那盒子里透出来的寒气给冻伤了，手缩在半空中，指尖疯狂地颤动。终于，他像是使出了全身的劲头，猛地一把掀开了盒盖。那一瞬间，乾隆爷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呆若木鸡的坐在那儿，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在那盒子里，没有锦绣华服，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张薄薄的，甚至有些发黄的白纸，上面画着一个极其简陋却神韵十足的小像。那是当年他们还年少时，在前底的池塘边，如意那时候还是青樱亲手为他画的那张细墨。画上的那个少年郎神采飞扬，眼底里全是未经世俗玷污的清澈，正傻呵呵地对着画外的姑娘笑着。而在画纸的背面，在那经年累月的褶皱里，竟然藏着一抹淡淡的早已干枯的血迹。太后甄嬛的声音在这死寂的暖阁里，如同一把重锤，一下接一下的砸在皇上的心口上。相见告诉哀家，如意临死前看着这画像说，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不是入宫，不是封后，而是把那个满眼都是他的红丽亲手弄丢了。他说，这画上的少年郎是真的，可你这个大清的皇帝却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假象。他烧掉了所有的东西，唯独留下这张画，不是因为他还爱你，而是因为他要让你明白，你亲手杀死的不仅仅是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更是你自己心里那个曾经活着、曾经温暖过的灵魂。皇帝，你这10年来所谓的长情，在这张画，在这抹血迹面前，你觉不觉得你就像个一直在对着空气演戏的疯子？这番话真叫一个字字见红，刀刀入骨。乾隆爷死死地盯着那张画，盯着那个少年郎的笑脸，那笑脸这会儿落在他眼里，竟比任何嘲讽都要来得尖锐。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如意留下的不是信，是空无；如意留下的不是恨，是无视。他带走了所有的情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关于他自己初心已死的证明。这就好比在现实的残酷竞争中，你以为你把对手或者伴侣彻底击败了，你以为你大获全胜，成了最后赢家。可当你志得意满的去翻看人家的遗物时，才发现人家早就把你从他的人生清单里彻底划掉了。他不仅不怪你，他甚至觉得跟你产生交集都是一种对他灵魂的污染。他留下那张你最纯真时候的照片，只是为了让你看看你现在的这副嘴脸到底有多恶心，到底有多失败。这种显微镜式的心理剥离，让乾隆爷那点子可怜的建立在虚伪工业上的自尊心彻底碎成了渣子。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而扭曲的声响，那不是龙吟，那是心碎到极致后的漏风声。他那张原本威严甚至带点肥肉的老脸，此刻剧烈的抽搐着，眼角那儿的一根细小血管因为极度的充血，竟然微微凸起，透着一种诡异的青紫色。他的眼眶再也兜不住那滚烫的液体，两行浑浊的老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啪嗒啪嗒的落在了那张发黄的画纸上，正好晕开了那个少年郎嘴角的一抹笑。如意，青樱，乾隆爷终于哭出了声，那声音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挤压出来的带着血丝的哽咽。他整个人伏在玉案上，双手死死地抠着桌面，指甲盖甚至因为用力过度而翻转了过来，渗出了一丝丝鲜血，可他浑然不觉，只是在那儿不停地机械地重复着那2个名字。这一哭，哭的是他这10年的糊涂，哭的是他那被权力腌渍坏了的心，更哭的是那个已经在冷风中，在寂寥里被他亲手推向死亡的唯一真心。太后甄嬛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快意，只有一种无边的荒凉。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这个皇帝虽然还坐在龙椅上，但他已经是个死人了。一个没有了真心，看清了自己丑恶灵魂的人，哪怕长命100岁，也不过是这紫禁城里最昂贵的一具僵尸。太后缓缓转过身，对锦汐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暖阁，把这满屋子的血泪和真相都留给了这个孤独到了极点的男人。殿外的风刮得更凶了，似乎在为如意鸣不平，又似乎在嘲笑这人世间最可悲的一场错过。乾隆爷的哭声在这风声里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又那么惊心动魄。他悔吗？他悔的肠子都青了。他恨吗？他恨不得亲手掐死那个在西湖大船上咆哮的自己。可这一切都太迟了，真相揭开的时候，那个能听他道歉的人早已化作了这宫墙外的一缕自由的清风。咱们说这养心殿里那是真的乱了套了。乾隆爷那一头扎在御案上，哭的那是撕心裂肺，原本梳理的一丝不苟的辫发，这会儿也散乱了几缕，在那明黄色的龙袍领口处瑟缩着，活像是一条被抽了几两骨的老龙。他那只原本指点江山的手，此时正死死地抠着那张发黄的小象，指尖用力到发白，甚至把那宣纸的边缘都捏出了几道深深的褶子。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吧嗒吧嗒的往下掉，正好砸在那少年郎清亮的眼眸上，把那跨越了数十年的笑脸晕开成了一片模糊的哀伤。各位老友，您且细看皇上这会儿的模样，那真叫一个显微镜下的崩溃。他那宽厚的肩膀剧烈的抖动着，每一次抽泣都牵动着后背那层层叠叠的明黄绸缎，在那昏暗的烛火下泛出一种让人心碎的波光。这哪还是那个在朝堂上威仪万千、杀伐果断的君主？这分明就是一个在深夜里迷了路，发现家门早就被自己亲手锁死，连钥匙都给扔进深渊里的孤魂野鬼。他那嗓子眼里发出来的已经不是哭声了，而是一种带着血腥气的干呕，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这10年来积压在肺腑里那些被多疑和自私腌制坏了的烂肉都给生生吐出来。咱们把这画面往咱们现在的现实生活里头那一套，您就更能咂摸出这里头的滋味了。这就像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拼搏了一辈子，最后做到了董事长位置上的狠角色。年轻的时候，身边有个青梅竹马，死心塌地跟着他打江山的贤内助如意，不管他是摆地摊还是拉货车，那女人都毫无怨言，甚至为了帮他挡酒，帮他挡债，自己落了一身的病。可等这男人发达了，手里有钱了，地位高了，他就开始觉得这贤内助碍眼了。他觉得这女人知道他太多的寒酸往事，觉得这女人的直话直说是在挑战他的董事长权威。于是他开始冷落他，甚至在外头找了一个又一个年轻漂亮的，只会对着他点头哈腰的空降兵含相见之流。等到有一天，这贤内助真的被他折磨透了，悄无声息的走了，临走前连一分家产都没要，只给他留下一张两人刚创业时在路边摊拍的合影，还有一张他当年写给他的早就发了黄的借条。这男人一开始还嘴硬，觉得没你我活得更好，可等他在那个空荡荡、金灿灿的顶层办公室里做了10年，身边全是看他脸色行事，为了分红不择手段的下属时，他突然有人告诉他，原来当年那个受尽委屈被他赶出门的女人，其实一直在暗地里替他补着公司的税款漏洞，甚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替他去求过那些曾经被他得罪光的生意对手。在那一瞬间，这董事长的成功就成了一场最讽刺的葬礼。他哭的不是钱，不是权，而是那个曾经有血有肉却被他亲手杀掉的自己。乾隆爷这会儿就是这种老总式的绝望，他死死盯着画上的少年红利，脑子里像走马灯似的全是青樱当年在那前底的红墙下
歪着头对他笑，喊他红丽哥哥的样子。那时候的他们哪知道这紫禁城里的龙椅是这么冷，这么硬。那时候的他们以为只要一颗心在那儿，就能抵得过这世间所有的算计。可结果呢？他这个当皇上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为了维护那点子虚无缥缈的帝王颜面，硬是把那个满眼都是他的青樱给活活逼成了断发绝情的如意。他觉得这手里的权力，这万里的江山，在这一刻都变成了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的枷锁。他不仅是弄丢了如意，他更是在这10年的自欺欺人里，把那个原本还留有一丝善念的少年给一笔一画的给抹杀了。就在这时，外头那个一直守着连大气都不敢喘的李煜终于忍不住了。他轻手轻脚的挪到暖阁门口，隔着那层厚厚的透着凉气的帘子，颤着声喊了一句：皇上，天色不早了，该进膳了。太后娘娘交代了，让您保重龙体啊。这一声像是从天外传来的雷，把沉浸在无边悔恨里的乾隆给惊了一下。他猛地抬起头，那张脸上的泪痕在烛火下显得格外扎眼，眼神里先是茫然，接着便生出一种让人胆寒的困兽般的戾气。他在内御案上狠狠一拍，震得那几本奏折都跳了起来。他嘶哑着嗓子吼道：滚！都给朕滚！谁准你们进来的？谁准你们提如意的？谁准你们看朕的笑话？那声音在空旷的殿宇里激起一阵阵回音，听得门外的李煜当场就跪在了石板地上，连连磕头。皇上这吼声里哪有威严？全是一个被羞愧逼疯了的人，在极力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微。他越是吼得大声，就越显得他此刻的心虚。乾隆也喘着粗气，在那龙椅上来回踱步，那龙靴踩在金砖上的声音，像是一声声沉闷的鼓点，敲在这紫禁城的夜色里。他突然停下了步子，眼神死死地盯着墙上挂着的那几幅精美的嫔妃画像，那上面有如花似玉的新宠，有端庄持重的旧人。可他看了一圈，却发现这里头唯独没有如意。因为这10年里，他为了惩罚如意的不听话，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下令抹去了宫里所有关于如意的痕迹。他以为不看、不听、不想就能证明如意错了，可现在他才发现，那种抹去其实是他在逃避那个最真实的镜子。他猛地转过身，对着那跪了一地的奴才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甚至觉得他已经疯了的旨意。他指着那一叠叠关于如意生平的记载，指着那些虽然没了名字，却依然在宫廷画册里留有残影的旧档，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道：传朕旨意，从今往后，宫中凡有乌拉那拉氏画像者，毁；凡有乌拉那拉氏文字记载者，删；凡有内廷档案存其余记者，除。朕要这紫禁城里再也没有这个人，再也没有这3个字。谁敢私藏，谁敢提起，满门抄斩。各位老友，您听听，这旨意多狠啊！表面上看，这皇上简直是恨到了极点，是要把如意给彻底挫骨扬灰。可您若是深谙这人情世故的弦外之音，您就会发现，这哪是恨啊，这是怕到了极点的不敢见。皇上这是要把如意从这世上彻底抹掉，好让他自己在余生里不用再面对那个让他羞愧欲死的真相。这就像是现实中有些老板在做了一桩伤天害理、亏待功臣的烂账后，会疯狂地删除所有的工作邮件，开除所有知道内情的老部下，甚至连公司的周年庆画册都要重印。他不是真的忘了，他是怕在那画册的角落里，哪怕只是露出一块那个功臣的衣角，都会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他那张虚伪的老脸上。乾隆这道旨意其实是他给自己余生垒起的一座坟，他要把如意活埋在里面，也把自己那颗破碎的心活埋在里面。这旨意一下，
整个紫禁城的夜色似乎都更黑了。皇上说完这些，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龙椅上，双眼空洞地望着那高高的房梁。他知道，这旨意发出去，如意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只剩下他怀里那一抹干枯的血迹和那张发黄的画纸了。这种极致的亲手制造的孤独，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刺骨的满足。他赢了，他保住了他作为一个帝王的面子，可他也输了，他成了这世间唯一一个守着真相，却连个名字都不敢喊出来的可怜虫。在那之后，乾隆爷果然在那翊坤宫的废墟旁种满了绿梅，每一棵都是他亲手挑的，每一棵在那寒冬腊月里开花的时候，他都会在那儿坐上一整夜。可他从来不让画师去画那些梅花，也从来不在梅花树下提笔。他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那风吹过树梢的声音，那声音里似乎藏着一个少女清脆的笑声，在那儿喊着：红丽，你看这花开得多好。而他只能在这漫天的雪花里死死地攥紧手心里那道永远不会愈合的疤，任由那悔恨的滋味像毒蛇一样一口一口地啃噬着他的余生。